24号的晚上，有志愿者在河南信阳的金牛山拦截了一辆载有2000多只猫、200多只狗的猫车。25号，我跟小智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赶紧准备物资，打算赶过去。因为考虑到现场肯定有受伤和生病的猫咪，我们也联系了一只医治吵吵的陈医生。他们开车1个小时来新乡找到我们，然后我们又一起开车4个多小时赶到现场。到地方的时候已经是晚上6点多了。我们到地方的时候，帽子叔叔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都已经在现场了。志愿者告诉我们，屠宰场的负责人已经被带走调查了，200多只狗狗暂时移交给了信阳市流浪犬只收容中心。因为我们没有到当时他们发现猫车的现场，只能通过志愿者来了解当时的情况。大概经过就是24号晚上，有一个志愿者小姐姐在路上遇到了一辆大货车，里面拉了很多动物。听到里面的声音以后，小姐姐就靠过去，发现里面全部都是猫。然后呢，她就一路跟着猫车，一直跟到了一个类似屠宰场的地方。紧接着其他志愿者也都赶过来了。交涉的过程当中，货车司机无法提供购买猫咪的证明，双方沟通无果。后来呢，帽子叔叔过来带走了屠宰场负责人去调查，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起把猫咪和狗狗转移到了现在的地方。狗狗暂时找到了收容的地方，但是2000多只猫的去向是一个大问题。后来志愿者们在信阳市市河区的恒丰建材广场租了个仓库，我们和志愿者们一起把猫咪转移到了新的地方。猫咪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一共分了很多辆车才把猫咪全部运过来。现场的猫咪里面有很多品种猫，像蓝猫啊、银渐层、金渐层，还有布偶，其中还有一些是带着脖圈的。如果没有志愿者发现，它们都难逃被屠宰的命运。其实真的愿意吃猫肉的人还是少数的，最可怕的还是那些黑心的小作坊，用猫肉加工伪装成其他肉类流入市场。也许某一天你的猫咪不小心溜出了门，过几天你去路边吃烧烤，去一家小店里吃火锅的时候，它就出现在了你的餐桌上。因为鸡笼里非常拥挤，有一些猫在被救下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还有很多猫咪因为挤压和打架受伤。陈医生他们来到现场以后，基本一刻也没停过，一直在给生病的猫咪隔离，给受伤的猫咪处理伤口。这些小家伙里也有幸运的，他们坚持到了和主人重逢。我照片放一张。还有人做了那俩。这个像您家猫吗？这个好像是我的猫。是你家的猫啊？如果没有志愿者拦截，这些猫咪都难逃被屠宰的命运。大家一定要看管好自己家的毛孩子，城市里养猫的记得一定要做好封窗，别给这些猫贩子可乘之机。后续这些猫咪的安置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如果有猫咪走丢或者想领养猫咪，可以到现场来看看，希望这些猫咪都能有一个安稳的家。前几天大脸盘子来咱们小院蹭饭的时候，我在屋顶上放了个诱捕笼，打算把它带去嘎蛋，结果呢错抓了个不认识的大橘，来都来了就给它顺道也嘎了。然后这小家伙可记仇了，做完手术回来这些天啊，他从来都没正眼瞅我一下。等他休养好了，我准备把它放回去的时候，他还不忘狠狠地抽了我几巴掌。看得出来，这嘎蛋之仇是不共戴天了。放他走的时候呢，他还专门记了一下我的脸。你等着，也不知道以后我在小区里走路会不会不安全。当天晚上，这大脸盘子就又过来了，我感觉啊，他好像在故意挑衅我。切！然后我就又把诱捕笼给放上去了，就不信逮不着他。可是看我往屋顶上放了好吃的，院里的猫都不乐意了。干嘛呀？都搁这儿？饿了？一群臭猫！走吧，我给你们弄吃的，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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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过来。他们吃饭的时候呢，瑶瑶没来，我正奇怪呢，一转身就发现瑶瑶被诱捕笼给抓住了。把瑶瑶给逮了。对。这个臭猫肯定是耍小聪明，其他猫都在那边吃猫粮嘛，它就偷偷摸摸的跑去诱捕笼里吃罐头，结果就给抓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喵界狼来了的故事。10月份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只猫被困在了小区亭子的顶上。当天晚上，我跟小智就拿着梯子想去救猫。小区的那个亭子特别高，上去很费劲儿，我们就想不通这只猫它是怎么跑到顶上去的。因为这个亭子的顶上是斜坡的，不好落脚，如果在上面追它的话很危险。然
然后我们就找物业借了个大网，看能不能把它抓住。结果我一上去，那只猫就躲起来了，而且它还钻到了顶上那个铁柱子里面。没办法啊，当时我们就只能先撤了。第二天一早，物业的大哥上去以后才发现，这只猫它自己能下来，它一直在上面嗷嗷叫，就是为了骗人给它扔吃的。这里都是大家扔上去的猫粮和水。它这个行骗的操作一直持续了很久，只要它一饿肚子，就跑到上面去装可怜。一直到12月底，还有邻居被它给骗了。但是这几天啊，郑州下大雪，温度突然变得很低。邻居发现大雪天它还在亭子的顶上。最开始呢，我们都没在意，因为啊，这已经是它的老套路了。直到后来，我发现它蜷缩在亭子的角落里，才明白它这回啊是真的被困住了。虽然被骗过，但也不能不救它呀。就是这等梯子的时候，可给我冻够呛。你都像这个小乞丐。心情好吧，给点罐头。说实话，这次救援真的还是挺危险的，因为我们落脚的那个平台是玻璃的，落了雪以后呢，那梯子都放不稳，一直打滑。有了上次的经验，直接抓它是行不通的，所以这回我们就带上了诱捕笼。实在是太冷了，上去以后我整个手都冻僵了。我挑了个相对安全的位置，把诱捕笼放在那儿了。等到晚上，成功抓住了这个小骗子。小骗子，看你以后还敢在这骗人不？啊？这都过年了，而且外面很冷，我就没有把它直接放了。但是家里的隔离柜还在给那只被遗弃的小家伙用，为了原住民的安全，只能先委屈它住笼子了。小骗子，我请你吃年夜饭，回头你走的时候把蛋留下啊。啊！郑州最近特别冷，这几天还一直在下雪，冻得院里的喵都躲在猫屋里吹空调，不愿意出来了。就在这么冷的天，我们收到了一个特别的包裹，包裹里面装的是一只猫。邻居说它特别乖，是被别人遗弃的。咩，乖，咪摸，哎呦，好乖哦，小可怜，那么乖怎么会被弃养啊？怕它饿着，我跟小智就先给它喂了根猫条。你嘴巴是怎么了？你嘴巴不太对呢。完蛋，你是不是口炎？看看嘴巴，看看嘴巴，看看。不对，你看疼，它嘴巴疼，它嘴巴疼，它嘴巴疼，有口炎。哎呦哎呦哎呦！你看，明显疼。哎呀，天哪！那怪不得被弃养了，应该是送到医院去查出来口炎，治疗费用很高。对，它真的很乖，虽然嘴巴疼，但也没有因为疼出现攻击人的行为。是，来我们家就没事了啊。好，不怕。看我跟小智在仓库里待了半天还不出去，八条就吃醋了。八条在外面叫。别进，还不让我进？有背着我有猫啊！不可以进，八条，乖，在外面待着，待着。我们给这个小猫放在了一个单独的隔离柜里，刚给它放进去，它就乖乖的上了厕所。但是这被八条看见了，他就更生气了，堵在柜子旁边骂他：“臭八条，别搁这了！”咋的了啊？又生气了啊？你说呢？现在外面那么冷，他在外面会被冻死的。不会生气了啊？八条是乖宝宝，对不对？对嘛，哄好了八条，第二天我们就带这只小猫去了医院。经过仔细的检查，确诊了口炎，而且它还携带杯状病毒。它很害怕，一直躲在角落里，但是一叫它，它还是会忍不住跑过来。咪咪，过来，来。这么乖的猫咪，真不知道主人是怎么忍心抛弃它的。好在它的口炎不像当初的大嗓门子严重到必须要全口拔牙。回家以后，我们每天给它喂药，还在它的饮食里增加了乳铁蛋白。再带它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它的口炎已经有了些好转，以后小家伙再也不会被抛弃了。